上年推出嘅 LG Stand By Me， 一個可以喺屋企碌嚟碌去嘅 TouchMon 電視就非常有創意。今年佢哋再將創意升級，將個電視咧收埋咗喺手提箱入面，主打嘅就係可以俾人隨時隨地睇，甚至係拎出街用，叫做 Stand By Me Go。但點解無啦啦要攞部電視出街呢？其實有好多破格嘅用途，得佢先可以咁。我哋就一於帶佢出街實試下啦。如果唔想錯過最新嘅科技資訊，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 Amoah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個通知鐘仔啦。單睇呢部 Stand By Me Go 外形咧，就同上代好唔同，變到今代四四方方，成個篋咁。收納咧相對係方便咗，事關今代嘅篋身咧只係厚12cm， 平時唔用，攝喺梳化底、櫃中間嘅罅位都 OK。其實由佢哋嘅外形分別，唔難睇得出咧兩樣產品嘅唔同定位。官方更加指咧，佢嘅外殼採用咗軍用級嘅防摔材質，防撞能力好高，方便翻用家帶佢出街嗰陣唔會怕掟爛。實淨咧就真係好實淨啊！咁不過個缺點就係非常非常之重，佢總共重12.7kg， 我單手拎住行一陣已經有啲頂唔順，所以基本上想帶佢出街用嘅話，一定要有車接送。打開個篋咧就會見到個 mon 啦。今代嘅熒幕都係同上款 Stand By Me 一樣，都係27寸可旋轉式熒幕，不過可動幅度咧就冇上次咁高啦，只係可以順時針轉動。傾斜最多90度，同埋升高大概18cm。其實呢個可動幅度，就下角度咧都叫可以 cover 晒大部分嘅視點。反而唔太方便嘅係，用嗰陣咧要揾個又啱高度又平嘅地方擺低佢咁用啊。而佢嘅篋邊咧都收埋咗一個 HDMI 位，一個 USB-A 位。電視嚟講咧 port 位就真係唔算多，但既然佢主打便攜，就唔好咁多要求啦。佢本身已經內置咗 WebOS 22嘅系統，即係 LG 自家嘅 OS， 好多常用嘅程式咧都已經裝好咗，例如 YouTube、Netflix、Disney+、Spotify。今代咧亦都係觸控式嘅熒幕，不過反應咧就唔算好靈敏，成日都會有啲棘棘地咁。另外，佢同上一代一樣，有啲 App 嘅 UI 咧係唔 support touchscreen，例如 Disney+ 咁，用嗰陣咧就要轉用翻遙控，或者用佢個觸控 panel 逐格慢慢彈。呢一點咧都係有少少唔 user friendly。之後就再講下佢嘅聲畫啦。Stand By Me Go 熒幕解像度同之前一樣都係 1080p， 不過今次就支援埋 Dolby Vision、HDR10 同埋 HLG 2K， 亦都用上咗20W 4.0聲道嘅喇叭，支援 Dolby Atmos。理論上聲畫體驗咧都應該提升咗唔少。咁而家就一齊感受下佢嘅聲畫先啦。On Earth depends on the freedom to move. And my favorite champion, Solarians, take the skies, bring it down. Do not let him leave this one. 新聞咧，相信大家都有睇過㗎啦。咁我哋 Amoah 同事咧就用平時剪片去睇，其實咧就唔係 M3 同埋多咗一款黑色咁簡單啦。單睇畫面嘅話，其實同上代感覺差唔多。喺一啲光嘅場景，畫面咧都算幾細緻。就算好 close up 咁樣睇一啲樹葉紋或者雀仔嘅羽毛，都會睇得到上面嘅細節。色彩都尚算鮮豔豐富，但一去到有啲暗嘅場景，對比度就唔算太高，黑位唔夠黑 ，details 亦都唔算太清晰啊。咁另外想睇得比較舒服，都建議同電視有翻大概1米距離，相對上畫面嘅粒粒咧就會冇咁明顯。同其他 Smart TV 一樣，用家可以按自己口味調校翻畫面嘅對比度同埋 saturation， 咁不過味精感就會重啲啦。而睇啲對比度冇咁高嘅 YouTube 片，畫面顏色嘅 saturation 咧都係會較高，個人覺得就唔算睇得太舒服啦。今代嘅喇叭咧收埋咗喺 mon 後篋蓋嘅位置。睇戲嗰陣，佢嘅環迴立體聲效果都幾明顯㗎，聲音會有明顯嘅方位感，例如火箭飛過或者行路聲等等咧，都真係會聽得出佢哋係由左至到右咁移動緊。但係始終硬件嘅限制之下，佢嘅立體聲咧都係局限咗喺個長方形嗰度。除咗音量唔太夠，擴散力亦都唔算強，冇咗平時3巴或者立體聲喇叭嗰種俾聲音包圍住嘅感覺。睇啲好澎湃嘅場面嗰陣，震撼性就爭少少啦。講完啲基本硬件嘢，咁就發揮佢高嘅特色，攞佢出街用先。咁啊，先試咗大家都會即時諗到嘅場景，帶佢去野餐睇戲啦。
官方就指咧佢嘅熒幕最高有500里特，其實喺一般嘅室外光冇太陽直射嘅情況之下，佢嘅畫面都算清晰，keep 到近乎喺室內嗰陣嘅效果，唔會好似 projector 咁，因為周圍光線多咗而令畫面淡色咗或者對比度低咗。但一般佢去啲有陽光直射嘅地方，對佢嚟講咧就真係有啲太大挑戰啦。畫面睇得唔太清楚之餘，亦都會反埋啲太陽光，所以都睇得唔算太舒服。如果真係要帶佢出去車中泊或者 camping， 都建議 set 翻佢喺車尾箱或者帳篷底，效果會比較理想。如果就咁當佢係喇叭咁播歌，喺室內效果咧又意外地幾唔錯，大家可以聽下佢嘅效果先啦。誰都可發光，只要找對你。聽到佢人聲部分會突出啲，中音、高音都幾清脆，喺音色上都幾啱一般大眾聽流行曲嘅口味。反而佢 bass 嘅部分就會弱一啲，唔算太厚實。如果用嚟聽 band sound 或者節拍感強嘅歌，可能咧就唔係最好嘅選擇啦。而就佢嘅音量而言，室內環境用佢播咧都算幾大聲，就好似我哋呢個 studio 大細，每個角落咧都聽得幾清楚佢播緊啲乜。但當我搬佢出街播，同頭先一樣咧，都係會有擴散力不足嘅問題。行遠少少咧，只係會好勉強聽到有聲。值得一提嘅係，佢有個唱片機嘅效果，其實打平個 mon 嗰陣用咧都會幾有 feel。不過用緊 Spotify 或者其他播歌 app 嗰陣咧係用唔到嘅，只可以喺藍牙駁過去嗰陣用。由於壓縮咗，相對上音質都會冇咁好。除咗睇戲聽歌之外，其實咧都可以拎佢嚟打機㗎。普通啲咧就係用 HDMI 駁翻 Switch 或者 PS5 等等嘅 console 去打機，而佢本身咧都可以當成一個巨型嘅 tablet 咁樣玩 WebOS 嘅遊戲，用嚟打一啲雙打遊戲，例如找不同、捉下棋嗰陣都方便咗，唔使再同朋友頭掂頭咁玩。不過問題就在於 WebOS 本身嘅遊戲實在太少啦。唔好話係雙打遊戲，就連單打遊戲都唔算太多，亦唔太吸引。同時當中有部分咧係唔 support touch screen 嘅，要用遙控咁玩，變相其實同平時用電視、電腦玩咧分別唔大。打機打到悶，仲可以喺 YouTube app 嗰度揾啲 KTV 嘅影片，扮下去咗 K 房唱 K 添。我哋而家就試埋個 portrait mode 啦。要留意嘅係，同上一代一樣，並唔係所有 apps 咧都 support 直到嘅界面，例如 Netflix、Disney+、YouTube 界面咧都唔 support 直到。不過有少少搞笑嘅係，喺 YouTube app 嗰度睇 shorts， 佢又會自動放翻最大嘅16比9，某程度上咧都反映緊佢係慢慢咁改良緊。雖然部電視直接支援到直到嘅 app 就唔算太多噶啦，不過你都可以 AirPlay 你部電話上去用，亦可以用嚟睇 Reels 或者睇直播等等。而同上一代一樣 ，Android 嘅電話咧一樣可以喺 mon 上面直接控制部電話，變相就好似有部放大版嘅電話喺你面前咁，可以玩下 Candy Crush、覆下 email 等等。咁不過反應就有啲慢咁咯。咁帶去做嘢又 work 唔 work 咧？譬如帶去同客 present， 有個大嘅 mon 去 sell 客咧，絕對有幫助。不過你去嘅地方就要有足夠嘅位置去擺呢部 Stand By Me Go 啦。如果你係去啲台比較細嘅 coffee shop 就未必 work。但唔計張台嘅大細同你 sell 客技巧嘅話，淨係攞個篋去開會，氣勢都真係強啲啊！我哋都有試過用佢嚟開幾種 present 常用嘅檔案格式。Offline 嘅話，佢只會 support PNG、JPEG 等等嘅圖像式檔案，就算插 USB、PDF 咧，連顯示都唔會顯示到。如果真係要出 slideshow 嘅話，咁就唯有連 WiFi 上網用 Google Slide 或者變佢做 cap 圖啦。另外，平時拍片嘅 YouTuber 亦都可以將相機用 HDMI 連接落去當 mon 咁用，唔使特登加個 cage 之餘，個 mon 夠大，自拍嗰陣都可以睇得清楚啲。咁當然同上一代一樣，佢都可以用 HDMI 連接電腦，當係 set 金 mon 咁用。
切換上都算流暢，不過佢始終 mon size 咧有翻咁上下，個人覺得拎出街用私隱度會比較低，可能咧都真係啱喺屋企用多啲啊。而喺電量上，官方就指插滿電嘅話可以無線使用3個鐘頭，我就試過連續播戲30分鐘，電量咧就由83%跌到去67%，用咗16% 電，咁樣計落其實可以睇到大概2套戲嘅。不過既然帶得出街，當然係想有幾耐用幾耐啦，都建議要穩定電源，有埋車接送就更加好啦。無論係運送定係叉電都會方便啲。而唔睇戲，開住慳電模式咁拎佢嚟播歌30分鐘，電量就由59%跌到去38%，用咗11% 電，相對上咧就冇咁燒電嘅。不過耗電量咧依然比一般嘅喇叭仔高啊。實試完之後，我會形容呢部 Stand By Me Go 咧係 LG 一個好嘅嘗試。今代嘅定位比起上代更加清晰，擺明車馬話俾你知，佢就係一個便攜 mon，就係可以俾你拎出街用。成件事想像空間闊咗，帶得出街咧玩法都多咗啊！咁但係變相佢哋要解決嘅問題亦都多咗，例如點樣喺便攜性同埋保護性上拎到平衡。邊一啲 app 應該要 support 直到界面 ，WebOS 入面嘅 app 夠唔夠多，夠唔夠實用等等。咁相信佢哋解決到呢啲問題，佢就會成為一部概念、創意同埋實用兼備嘅劃時代產品啦。換生活，樂科技，Unwired HK。